那如果用江医师的方式来减肥，那恢复成正常吃会不会复胖？好，我觉得体重就是这样嘛，能量永远守恒嘛。你吃进去的东西跟你消耗掉的东西，扣掉之后多出来的东西就是你的体重嘛。我今天我的方法为什么可以成功？就是因为我控制了我吃进去的量，所以我今天能量不多了。久而久之，我当然就是慢慢变瘦嘛，哈。如果说你今天因为你变瘦了，开始回不到以前的生活习惯，你当然就是会胖回去啊，哈。很多在减肥的人哈，都会开始便秘哈，因为你吃的东西自然的变少了啦，哈。所以我常常奉劝各位，如果正在做168的人哦，或是正在做努力在减肥的人哦，常常都会有便秘的问题啦，哈。所以要告诉各位，你一定要有适当油脂的摄取啦，哈。另外就是你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大家谈什么呢？又是减肥的事情了哈。因为之前曾经录个减肥的影片哈，教大家怎么减肥了哈。先强调一件事情，我不是靠药物，我真的是靠饮食和运动哦。只是我是靠一种循序渐进的方法，另外让自己可以持久做这件事情，才慢慢瘦下来的啦哈。这边影片上架之后，有很多人就底下问了很多的问题哈，所以今天我在这边跟大家回答一下大家的一些疑问哦。江医师，有人问说，像你这样的减量饮食法，银发族的营养会够吗？好，我先告诉各位哦，银发族需要的是什么？因为银发族很多人都有肌少症的问题哈，所以银发族基本上要把蛋白质的量稍微提高一点点了哈。所以我才讲说到后期不是只吃2餐吗？哈，就是早餐跟晚餐各吃5分饱嘛哈。那银发族的话，我会建议啦，你还是吃3餐，每一餐5分饱是 OK 的，但是把肉类就是蛋白质的含量提高一点，我相信是没有问题的哦。江医师，有人问说，糖尿病患者也可以像你这样子拿掉午餐不吃吗？比较不建议哈，因为糖尿病的患者很注重那个饮食那个血糖的变化啦哈。我会建议你吃3餐啦，只是每一餐的量都降低而已啦哈。那膝盖不好的长辈可以做你教的深蹲或爬山式吗？那个深蹲或爬山式对膝盖都会有一定的负担哦。当然各位可以看我的深蹲，我是改良式的深蹲啦哈，我是脚张的比较开，然后我那种对膝盖的伤害是比较小了哈。但有一些长者，你做一些动作可能确实会太吃力了哈。这时候人我就会建议可能改成另外几种了，一种就是所谓的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的间歇性快走哈。如果你不知道，请上 YouTube 搜寻间歇性快走，再打我的名字哈。我们之前曾经出过这一集哈。另外你也可以做所谓的高抬腿的动作啦哈，就是把脚抬高这样子也是 OK 的啦哈，不是一定要做我这个动作哦。我这动作还是适合膝盖稍微比较健康的人，好不好啊？那如果用江医师的方式来减肥，那恢复成正常吃会不会复胖？好，假设你现在很有钱，你开始不工作了，请问你会不会变得没钱？一定会的嘛，反正这个我觉得体重就是这样嘛，能量永远守恒嘛。你吃进去的东西跟你消耗掉的东西，扣掉之后多出来的东西就是你的体重嘛。我今天我的方法为什么可以成功？就是因为我控制了我吃进去的量，所以我今天能量不多了哦。另外就是我加强了我的运动，所以花出去的变多了。久而久之，我当然就是慢慢变瘦嘛哈。如果说你今天因为你变瘦了，开始回不到以前的生活习惯，你当然就是会胖回去啊哈。没有什么叫做一劳永逸的方法哈。即使你去做减重手术，减重手术各位都知道，减重手术瘦得很快，没有错，你半年之内可能瘦掉20公斤，可能瘦掉30公斤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减重手术的人有很多人之后还是复胖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又回到以前的饮食习惯了，好不好哈？所以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只做1年瘦一辈子的，好不好哈？所有的方法都是要持之以恒，所以我才讲说，减重的方法没有哪一个方法是一定有效，哪一个方法是一定适合每一个人的哈。只有找到你一个自己能够接受、能够持之以恒去执行的方法，才是你最好的减重方法了哈。请问低血糖、低血压的人适合168吗？其实168很多人都在做了哈，进食的时间只有8个钟头，空腹的中间有16个钟头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血糖不稳定的人，比如说你有糖尿病的人哈，我就不建议你使用168哦。那请问长时间不吃东西会不会有胆结石的问题？好，胆结石是怎么造成的哈？2个原因，第一个就是胆汁里面有所谓的胆固醇哈，当胆固醇过多的时候，这个胆固醇就会沉积，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胆结石哈。第二个，什么时候会沉积？就是静止的水，那里面的东西的溶质就会掉下来嘛哈。当你长期不吃东西的时候，你的胆囊就不会收缩，这个胆汁就会静止在那边，自然而然比较容易产生胆结石啊哈。所以基本上胆汁就有2个东西，第一个就是胆固醇过高，第二个长时间进食的人会比较容易产生胆结石啊。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各位哦，虽然原理上是这样子哈，但是其实我们实际上在看这些做168的人哦，胆结石的几率并没有大幅的增加啦哦。所以理论上感觉好像有关系，但是其实大部分人并不会因为168就产生胆结石的啦。请问168断食法的断食期间有限制可以喝多少水吗？
当然没有啊，哈，我们所谓的断食是指不要有热量进去，好不好？水是没有喝热量的哦，除非你喝的是汽水，好不好？所以水不限。请问戒烟的人在减重断食的期间，可以吃戒烟口香糖吗？其实戒烟口香糖有好几种啦，哈，我常常讲嘛，断食的期间就是叫你不要有热量进去，好不好？所以如果你吃口香糖，当然可以啊，只是你不要吃有含有甜糖分的口香糖，不要含有热量的口香糖就可以了。请问168断食对脂肪肝的人有没有帮助？好，其实大家都知道嘛，你要治疗脂肪肝最重要的方法是什么？就是减重啦，哈。所以如果你168执行得好，你体重会下降的话，你当然可以控制你的脂肪肝啊。请问江医师，我是一个从来不便秘的人，但是168断食之后突然开始便秘还胀气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其实应该这样子讲哦，很多在减肥的人哦都会开始便秘哈，因为你吃的东西自然的变少了啦哈。所以我常常奉劝各位，如果正在做168的人哦，或是正在做努力在减肥的人哦，常常都会有便秘的问题啦哈。所以要告诉各位，你一定要有适当油脂的摄取啦哈。另外就是你可以吃一些益生菌啦哈，改善你的肠胃功能。今天告诉大家一些减重的方法，就是希望大家你从中你可以去改变。我的方法不是适用每个人哈，你可以借由我的方法去改变出现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方法啊。重点是它要能够长久的执行，然后因为减重真的就是一辈子的事情啊。最后还是告诉大家，我目前为止没有代言任何减重产品，也没有和任何的减重团队合作，好不好？但是以后我不知道，真的目前为止是没有的哦。江屁一件事，关心健康所有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江坤军医师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，这样你就可以随时接收到我们最新影片的讯息。另外，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对你有帮忙的话，请按下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，表达对我们的支持哦，谢谢大家。